观前提醒：本期视频包含大量无人性、违反伦理、道德底线等非人行为及元素，请谨慎选择观看。如观看途中身体不适，请及时就医。Hello， 今天观众老大家好，这里是旭日梦啊。今天的整个小活汉尼拔大挑战啊，吃人挑战啊。这个选题呢，其实想做很久了，为什么一直没做呢？是因为我觉得只是吃人的话没有什么意思。直到我试了试发现比我想的有趣还是我最喜欢的这个波兰王国的开局年龄必须得按照我的真实年龄16岁包的。宗教就不改了，文化来个罗马文化。至于名字，当然是汉尼拔了。汉尼拔我记得姓克莱特吧？不对，莱克特，应该是莱克特。教育特质来一个4级的难以琢磨的影子吧。性格也很简单暴怒、专断、虐待狂一听就是明君人君这3个分别加了20、15、35自然恐怖值恐怖就完事儿了。其他特质先来个独眼吧。鱼鳞病和白化病也加了自然恐怖值，但是拿了就太影响观感了，就不拿了。接着是核心出装食人者，这个占了40分就很离谱。食人者特质也加了20的自然恐怖值，这样就是20加15加35加独眼的10加食人者的20，凑够了满100点。这样就算是你什么都不干，也是对吧？恐虐神选了。能力随便调整一下，再来一个奸猾谋略拉满好，24的谋略很好直接开局威吓重心走起。因为选威吓重心可能会出加恐怖值的事件，虽然说自然恐怖值高达100，但也是每个月变动加 0.5， 太慢了。开局先访学坎特伯雷梵蒂冈都很不错，但是我们一定要去拜占庭访学，倒也不是因为有什么加深争议主要是东罗可以阉割致盲囚犯，我们去学习一下先进的文化你这致盲和阉割，你换句话来说，这不就是米其林吗？对吧？精细烹调，你也对，你来个眼珠的拿味儿，对吧？他来个那个什么长咸蛋，对不对？这一听就比单纯的吃人什么都高雅的多了，主要也是一个开窗效应嘛。我说我要吃人肉，你说不许，那我现在要吃点更离谱的，大家就觉得吃人也可以接受了再比如说我波兰国王想要当皇帝，教廷神俄东罗都不允许，那我就自诩皇帝好了，先把我是皇帝说法写进53宪法里，让波兰的人民先认为我是皇帝这个是官场效应。好了，眨眼间1年过去了，钱攒够了，461块钱出发，我们去君士坦丁堡。旅行事件解读未来。这里呢有一位智者说要给我卜卦太好了，这不就纯纯的这个巫师 RBQ 吗？不是BBQ 吗？分了帐篷浇点油直接烧死还有时间恐怖值呢。好，到达君士坦丁堡开始考研好家伙，第一次尝试就差点到了4级3个技能点，升级到了5级特质，拿到了一本加20谋略的谋略生活方式攻击书籍这成了呀。技能点也非常简单直接就拷打者拉满线狠狠的拷打。油炸分泌馅饼太油腻了，这种吃不来这种不过是之前那个 BBQ 巫师也吃的差不多了，该找点新的食物了。来了，摩拉瓦河湾校官他说我是乡巴佬居然敢这么骂我直接囚禁丢了地牢里，等会儿回家就有的吃了，对不对？好了，到家了先来看看我心爱的伊米尔先折磨一下来点小皮鞭稍微刮一下等会儿烹调好入味儿，然后就可以去头使用了。目前所有的分身里呢，只有一位维龙伯爵还不怕我很厉害野心勃勃，还是军事线，怪不得这么勇敢接下来再看看剥夺头衔比如说最好欺负的角色之一库亚维亚公爵，80%概率成功，还是不够高没有办法和平的剥多少人，主要是因为好感度-100减少了80成功概率那么该怎么办呢？接下来就是最有趣的部分之一了。我们打开角色搜索器，外交范围内的所有的儿童出身卑微的这里有59个孩子，绝大部分都是无父无母的，可以收养。刚好呢，我们罗马文化有着贵族收养的传统，可以随便收养，趁这些孩子还小抓紧都收养过来自己养着吃放心。好了，先这样吧，先这25个先圈养起来吧，其他的先散养着。来吧，儿子女儿们，来叫我爸爸吧。再来看库亚维亚公爵好感度拉满正100了。为什么呢？因为我是罗马文化，
这些本地的波兰分城，因为和我的文化不同，所以他们的归类就是少数族群啊。少数族群呢，非常喜欢看我收养一些其他文化的孩子啊，会加好感，并且是可以叠加的好感啊，加了600好感度啊。再看部落头衔成功率就从80升到了151啊。好了，先不着急播啊，先等孩子们都到了，然后用他们拉的盟友再播。随便整了几个盟友啊，稳了啊，开播。好了，只剩下少部分几个，因为暴君太多，抵过了收养孩子好感的几个了。当初我播别人的时候，你们不站出来，现在要播你们了啊，可没人帮你们喽。刚才同意给出头衔的，现在都找地儿养老了啊！你们反了之后呢，不仅要给出头衔，而且还要填充后厨了。一共呢是6位啊，加上打仗攻城可能会抓到一些，应该够吃很久了。好，打赢了一场啊，先吃吧，先吃一点。布弄好头衔，接着折磨加改个刀，然后就可以进后厨了。好了，吃了7个啊，还有2个播不了头衔，先养一下好了啊。紧接着就患病了，这个没有办法的事儿啊。毕竟吃一次人只有20%概率患病，刚才可是吃了7个，哎，起了波民粹啊，正常的啊，都是粮食，都是粮食。又打完了一场，这位是松崎主教啊，一样是播完头衔之后直接改刀开吃。下一位是绿山城伯爵，打完了，紧接着是格涅兹诺主教，农民暴动也打完了，这个农民暴动还没尝过农民呢，对吧？这也尝尝，而且还是巨人啊，哎，很好，量大管饱啊，好啊好啊。接下来还得再播个几场啊！这里的几个伯爵啊，听说这个输了的惩罚，选择了痛快一点的自杀啊，可惜啊，可惜。头衔继承给了自己的孩子们啊，但该吃还是要吃的，他们不会认为小孩子就不吃了吧？不会吧，不会吧？这位是9岁的扎克罗西姆伯爵被抓啊，最后一场是12岁的普沃斯克伯爵也被抓，那多的不说，少的不唠啊，开吃。小孩子虽说是肉少，但好在是肉质紧致，比较嫩啊，也不算亏。土地的话就都分一下，分给神前城。目前呢过去了大概6年啊，一共是吃了17个，但是这些吧都是不稳定的获取途径啊，都是靠战争抓到的。接下来就要看到孩子们了啊，这个是稳定的。开始囚禁。好，除了一些成年的以及去外地探访的都抓到了21个孩子啊，那先尝尝吧，对吧？好，完事儿了，21个啊，吃不了的就沙拉粥就好了。刚处理完出了一个事件啊，梦想之灵，没错啊，就是吃不了的都穿起来挂在外边风干了，这只是一种食材的加工方法嘛，对吧？哎，紧接着女儿啊，因为这个压力过大死了，这个女儿是成年了没抓到的啊，可惜了，没吃到。然后这些孩子死亡的白发人送黑发人事件，哎，这没办法，吃了之后才刚想起来，这是我的孩子啊，啊，接着是绰号啊，穿刺者啊，其实就是这个腊肉风干师而已啊，对吧？还有结了婚逃走的一个大女儿啊，现在也精神错乱了，这个就没办法了，绑架是以后的事了。找个谋略高一点配偶啊，协助宫廷谋略，现在的谋略就高达47了，不用担心被乱臣贼子们暗杀了。再通过角色搜索记找找看还有没有可以收养的，还有20个啊，看一看还能收养几个吧。好啊，17个可以收养的，等这些孩子们到之后就可以开吃了。毕竟啊，成年之后呢，囚禁概率就低了，而且可能离开宫廷。好了，又处理了10个啊，剩下的可以再养一养。再看看封城啊，比如说这位库亚维亚的公爵主教，还有上西里西亚的公爵主教。还有2、3个男爵啊，哎，这又吃了5个，哎，当国王真好啊，随便吃。目前一共吃了55个啊，感觉可以干点正事儿了。这么吃下去也不是办法，刚好这个拔叔的谋略比较高啊，可以摆宴请客。先把宫廷住宿条件拉满，这里就是呢7位身上携带超过40块钱角色了。直接都邀请过就好了，不愿意来的啊，我们就支付这个差旅费用，邀请来就好了。来之后呢，就可以全部囚禁抓起来了。抓起来之后呢，谈判放人，选择驱逐，交出身上所有的钱。哎，这不就多了400块吗？初期搞建设赚钱，哪有摆鸿门宴直接抢来的快呢？被宣战了，深锁波兰王国，这仗打输了就 GG 了呀！原本靠孩子弟爷的盟友啊，也因为这个孩子都被我吃了，所以说中断了。现在真的是孤立无援了，这该怎么办呢？哎，再翻一翻角色列表好了，看看有没有还有这个合适的孩子可以收养的。
啊，还好啊，还好，好在之前有先见之明，没有全都抓起来吃掉啊，剩了一些。又收养了3个孩子啊，靠他们分别缔结了弗兰德斯公爵、威尼斯总督、霍达兰伯爵，这不就成了吗？那5800稳了。这种情况呢，集结部队引导 AI 去打胜一场，然后就可以解散军队了。AI 在优势的环境下会帮你镇守的，但是吧，拖赢了也才257，就还是算了，无条件好了。接着可以出发去朝圣了。倒也不是说指望这个前程啊，主要是能够多绕些点，点出一个外交技能点。神罗宫廷有600，比萨有200，威尼斯也有200，这样子就刚好凑出了1000，可以点出一个外交点了。但是啊，免得出意外，再过一下亚琛，稳稳拿到，这样就不用切到外交等个5-6年，然后再切到学识了，对吧？刚到伦巴第啊，考察者点出来了，接下来可以切到神学重心了啊。另外点说这个铁州道啊。接下来摆鸿门宴的话就有更多选择了，又是2位宾客为我们带来了几百块，还有一种呢就是送礼物，支付差旅费也不愿意来的啊，这种就怎么办呢？啊，你靠拉拢嘛，拉拢太慢了呀，咱们啊直接造黄谣造牵制啊，比如这个皮亚斯特，你光膀的时候啊，不小心安排仆人去打扫啊，然后把仆人们孩子们都抓起来啊，抓住仆人们的软肋封口，这样子就得到了皮亚斯特的牵制啊。仆人呢，分头一过，一砍头就好了嘛！啊，欢迎皮亚斯特到达波兰，囚禁32%，有点离谱啊！赌一把好了，哎，成了，你成了就好说了嘛，对吧？350到手，钱就都拿去造神殿好了，哎，造神殿给虔诚的嘛，很快经济就好起来了，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就这个意思嘛。虽然说信佛之前啊，小小的对吧，吃了几十个人啊，杀了几十个人，对吧？但是我信佛了，所以说也不是不可饶恕的嘛。接下来就继续制造牵制，邀请大家啊来赞助我的这个虔诚事业就好了。哎，刚才这个莫名得的这个费老也治好了啊，果然你看诚心感动天和地啊。这几座神殿呢也没算白修啊，差不多也该教改了。攒了3000的虔诚啊，日后点出先知啊，怎么改也够了。至于请人来捐款修神殿啊，也修差不多了。再收到的善款呢，就可以修经济建筑了啊，毕竟这样的效率还是太低了啊。现在可以这个建筑和收善款两手抓，太好了啊！1095年终于等来了十字军，十字军一开打，我们就可以教改了。好，十字军1天后发动啊，可以开始教改了。名字的话就啊，诗人派好了，对吧？核心观点直接写在明面上。图标用这个5芒星啊，核心造诣的话来个反圣像，来个食人礼啊，食人礼得放在中间啊，然后再来一个不屈信仰，既要主义，强制朝圣，允许离婚啊。至于血亲的话也不限制吧，你毕竟都是人了，今天结婚又怕什么呢？允许随意离婚，无私生子，巫术接受，神职作用征兵，神职人员世俗可被剥夺，神职要求性别不限，允许结婚，这不就成了吗？啊，改。接着是要求改姓啊，要求所有人都改姓啊。现在这个使人者特质就是美德了，每个月加2.0的虔诚，同派加20的好感。描述里呢这句汉尼拔认为人肉最好吃啊，太对了。继续搞建筑啊，攒钱就好了，能够平稳继承了就算胜利。之前这些没有抓到孩子啊，都再抓一次啊，该吃该杀都处理一下，最后呢都继承给我最小的儿子。好，民粹终于来了啊，人还不少啊，9900。但可惜这民粹啊都是粮食而已，随便拿。哎，暂时又一个儿子出生了，儿子太多了，这个就囚禁起来吧。但可惜是不能吃啊，因为亲生骨肉，你吃了之后要降一级奉献的。还是以前不在乎这个时候最好了，以前这种啊都随便吃的，只能给丢地牢了。哎，上西里西亚圣战太好了，圣仇最近没吃呢，送自己粮来了，这不是？接着是北面啊，又是一场啊，都是粮食啊，好事好事。现在啊，满编的一队铁甲圣骑，一队头车，我就不信能打输。抓到了俩，太好了，先吃着吧。刚吃完，南面这场打赢了，我们北进。哎，可惜了，2场只抓到这2个。那主动宣战吧，去打斯拉夫教的异端啊，抓你来吃。又是俩，又抓到一个，又抓到一个。哎，好，战争结束啊，吃了个爽。终于点出了计中计。最大阴谋加1，这下子我们可以同时制造2个人牵制了啊！制造牵制这方面算是效率加倍了。接下来是加俄王国啊，宣了，抓几个毛子拿味儿。哎，攻下首都，抓到领袖应该是这100分了。那就这样吧，试着先吧。
再成立一个骑士团啊，作为抓捕队抓人来吃。匈牙利伸缩小波兰公国，哎，好家伙，这想臭我的基本盘了，必须狠狠抓来吃了。第一场仗抓了3个，直接开吃。接着又抓了4个，一样直接吃了。哎呦，吃病了，20%概率还是高啊。之后感觉年纪大了，再吃病了可能就暴毙了。在之后应该也抓不到多少人了，就无条件就好了。因为一个西北方面啊，又有人宣战了，这次能够多抓一点。又是4个，哎，吃吧，我觉得还能吃几个。哎，弹出病死了啊，今年都59岁了，而且之前吧就天天患病，搞得人都抑郁了，所以说应该还能够活到个60多岁吧。趁着还没死，再吃一点吧，抓几个斯拉夫的异端吃一吃。另外，宫廷这边的话，改一个山珍海味，请最好的厨子来烹饪。这帮斯拉夫人呢，应该也是被吃怕了。这场甚至还有6000多人参与啊！第一场还打输了，但是问题不大，缓一缓，拉骑士团再接着冲。好了，集结好了，敌人分了2股部队，第一股被我们抓到了，第2股部队逃跑了，赢了，好，最终胜利了。监狱里又多出了5个囚犯啊，直接吃了就好了。接着呢，又苟活了几年啊，又拉了一个编制的提亚神旗，宗教的话也洗得差不多了，几乎没有天主异端了。再清理一下仇家，可以准备继位了。好，终于是死了啊！活了67岁，也算是高寿了吧。一生呢只处决了93个人啊，吃了估计90吧，还是吃的少了。其实可以邀请那种田县级别的普通流浪者来吃的这样子能吃很多啊。但是这种人呢吃着没意思，就没吃好了，这期视频呢就差不多就这样了。感觉吃人的话还是挺有意思的尤其是同时有虐待狂的情况下吃一个人减2份压力。同时有罗马文化的话，你可以邀请所有的无父无母的孩子来，然后抓起来丢地牢。你压力高之后就抓2个出来吃掉这个比你健身写日记强多了好了，这里是徐人梦记得3连加关注，我们下期见。